中美科技博弈的剧情最近简直比连续剧还跌宕起伏。这边美国刚因稀土管制被掐住7寸，就急着搬出软件制裁的杀手锏耍横；那边华为二话不说，直接甩出鸿蒙 6.0 的网炸炸场，一边是斯利内忍的制裁威胁，一边是实打实的技术突破。这波对决的胜负天平其实早就悄悄倾斜了。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小编先来说说最近美国病急乱投医式的制裁。10月23日，路透社等多家美国媒体突然爆出猛料，特朗普政府正密谋一项史无前例的出口限制计划，要对所有包含美国软件或使用美国软件生产的商品下手，目标直指中国。理由竟是回应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这消息一出来，全球市场都炸了锅。纳斯达克指数当天直接跳水1%，毕竟谁都知道，现在的工业产品里，想找个跟美国软件不沾边的，比登天还难。小编觉得这波操作纯属被打疼后的应激反应。这些年，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就没停过。从贸易战加征关税到科技战卡芯片脖子，恨不得把遏制中国刻进国徽。特朗普上台后更是变本加厉，今年4月对华关税一度飙到145%，结果中国反手就是一套关键矿产出口管制组合拳，尤其是10月9日商务部发布的稀土技术出口新规，直接把美国军工、高科技产业的命门攥在了手里。要知道，美国稀土精炼技术还停留在上世纪70年代水平，没有中国的技术和加工能力，他们挖出来的稀土就是一堆废土，这才有了后来美国急着跟澳大利亚签矿产协议，吹稀土自己的笑话。被稀土卡住脖子后，美国终于想到了自己的优势领域——软件。10月10日，特朗普就曾在社交媒体上放狠话，说11月1日前要对中国输美货物加征100%关税，还要管制所有关键软件。当时大家还以为是随口威胁，没想到23日就爆出了具体方案，限制范围从笔记本电脑到喷气发动机，几乎涵盖了所有高科技制造业领域。有知情人士甚至直言，你能想象的一切都与美国软件相关。这话听着唬人，实则暴露了美国的黔驴技穷。扒开这制裁计划的外衣，全是自相矛盾的漏洞。首先是范围太广等于没范围，现在全球产业链早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软件渗透到了制造业的每一个环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时要用美国设计软件，波音飞机的发动机生产离不开美国工业软件，甚至连我们日常用的家电部分零部件加工都可能用到美国的辅助软件。真要全面禁止，先扛不住的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的企业。波音会失去最大的海外市场，微软、甲骨文等软件巨头会丢掉1000亿级的中国订单。更打脸的是美国政府自己的摇摆政。熟悉特朗普套路的人都知道，他这套先威胁后反悔的戏码早就演腻了。今年他先是对英伟达、AMD 的 AI 芯片实施严格限制，眼看美国芯片企业股价暴跌，立马改口取消限制。5月底刚对 EDA 芯片设计软件加限制，7月初就因为企业抗议匆匆解除。这次的软件制裁也一样，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嘴上说一切都在考虑中，还放话要跟这期盟友协调，可实际上连白宫都不敢正面回应，商务部更是直接装死不接电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就是谈判前的极限施压，先把狠话放出去，想逼中国在稀土问题上让步。美国前贸易官员艾米丽·吉尔克里斯就直言，软件确实是美国的杠杆点，但实施起来极其困难，还会对美国工业造成反噬。这话一点没夸张，就拿喷气发动机来说，通用电气生产发动机时要用中国的稀土材料，而中国企业生产高端设备时可能用到美国的工业软件。真要是互相制裁，就是典型的伤敌1000自损800，更别提中国早就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拿捏的样子了。中国驻美使馆发言人直接放话，反对美方单边长臂管辖，若执意犯错，中方必坚决反制。这可不是空话，要是美国真敢动手，中国除了稀土，还有新能源、动力电池等多张牌可打。10月22日，正当特朗普政府的软件制裁传闻闹得沸沸扬扬，华为如期推出了鸿蒙 6.0 系统正式版。紧接着就有消息爆料，搭载这套系统的 Mate 80系列将于11月首发。这波操作堪称精准卡点，
你不是想卡我软件脖子吗？我直接甩出自主研发的系统王炸，用实力告诉你，封锁只会让中国科技更强大。这次的鸿蒙 6.0， 官方用更好看、更好用、更智能、更安全、更丝滑5个词概括，但用过开发者版本的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简单的版本迭代，而是一次全方位的能力跃升。我们先从最直观的丝滑体验说起，这可是鸿蒙的传统强项，就算在麒麟芯片性能受限的情况下，鸿蒙的流畅度也能跟 iOS 掰手腕，而 6.0 版本直接把这个优势拉到了新高度。秘密就在于全新升级的方舟引擎，它实现了软硬件和生态的深度协同。官方数据显示，鸿蒙 6.0 比 5.0 流畅度提升 15%， 比 4.0 更是暴涨 40%， 续航还能多撑35分钟。有开发者实测后爆料更惊人 ，APP 冷启动速度快了 30%， 多任务切换时全程无掉帧，就连3年前发布的 Mate 60升级后，功耗都降低了 15%， 续航直接多撑2小时。这是什么概念？相当于给老手机换了块虚拟电池。这种对老机型的友好度，别说 iOS 了，连安卓阵营都鲜有对手。另外，秒起、秒开、秒加载的特性更是戳中了用户的痛点。我们平时用手机最烦的就是打开 APP 时的加载转圈，切换页面时的卡顿延迟，而鸿蒙 6.0 直接把这些问题根治了。有测试视频显示，同时打开10个大型应用，鸿蒙 6.0 切换时毫无卡顿，甚至比刚开机时还流畅。再来说更好看的设计升级，这次鸿蒙 6.0 在细节上的打磨堪称强迫症福音。最惊艳的就是全新的智慧光感动效，呼出响应时会有渐变的光波扩散，用碰一碰传文件时会有粒子流动的动画，色彩通透又不浮夸，比 iOS 的扁平动画多了几分灵动。更贴心的是相册顶部的渐变模糊设计，以前滑动相册时，顶部导航栏和照片的交界处会有明显的视觉断层，深色模式下白色文字碰到亮色照片还会刺眼。现在导航栏就像融化进照片里，过渡自然到让人舒服。如果说流畅和好看是基础操作，那更好用的功能升级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工具进化。实况窗的升级堪称懒人福音，以前只能显示简单的通知信息，现在直接变成了迷你 APP。就拿12306来说，实况窗不仅能显示车次、时间、座位号，下拉还能直接进入订餐页面，甚至能改签退票。用外卖 APP 时，实况窗会显示骑手位置、预计送达时间，点击就能直接联系骑手，不用再反复打开 APP 刷新。小一这次也是直接进化成了全能助手，首先是方言支持拉满，新增到16种方言，从闽南语、天津话到上海话，不管是跟家里的老人视频，还是跟方言区的客户沟通，小一都能精准识别。更厉害的是多 APP 协同能力，基于鸿蒙智能体框架，首批80多款应用已经接入。你只要说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杭州的旅行，小一就会自动调用地图 APP 查路线，旅游 APP 找景点，酒店 APP 订房间，还能把行程同步到日历，说帮我订明天去北京的机票，并选靠窗座位。小一会直接用航旅 APP 订票，还能根据你的习惯选座位，全程不用手动操作。安全方面，星盾架构这次也升级了，超过 99% 的应用都支持鸿蒙首创的安全访问机制。APP 想获取权限时会明确告知用途，再也不会出现不给通讯录权限就用不了的霸王条款。AI 防诈功能新增了亲情防诈，能识别家里老人收到的诈骗短信、电话，还会自动标记并提醒。AI 反馈功能更贴心，当有人凑过来看手机时，会自动模糊聊天记录、支付页面，就算在地铁上用手机，也不怕隐私泄露。加密分享功能解决了文件外泄的痛点，重要的合同、报表分享时，可以设置仅可查看一次。对方看完后，文件就会自动销毁，还能禁止截图转发。企业用户还能设置水印分享，分享的文件会自动加上接收人的名字和时间，就算泄露也能查到源头。有律师朋友说，这个功能太实用了，以前给客户发合同总怕被泄露，现在再也不用担心了。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鸿蒙 6.0 取消了 Nex 后缀，这背后是满满的自信。以前 Nex 是为了区分纯血鸿蒙和过渡版本，
现在鸿蒙 5.0 和 6.0 已经实现了完全自主的内核和生态，再也不用靠后缀来证明自己。更重要的是生态适配的进步，虽然原生 APP 还有提升空间，但现在支持鸿蒙的主流应用已经超过200万款，常用的办公、娱乐、社交软件都有原生版本。卓易通的兼容效率也提升了20%，基本实现了无缝切换。有开发者透露，华为正在加大对开发者的扶持力度，提供补贴和技术支持，未来半年原生 APP 数量还会大幅增加。面对美国制裁，小编觉得鸿蒙 6.0 的发布其实给出了最有力的答案。美国的软件制裁根本打不疼中国。现在中国不仅有自主研发的操作系统，还有3.8万件稀土专利，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领先的5G 技术，这些不是靠单一制裁就能打垮的。就像30年前我们靠自力更生打破国外的技术垄断，30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用自主创新回应制裁。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